中国作为世界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后起之秀，必将遭到美国的打击和压制。中国几乎任何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都遭到美国的无理的指责和残酷的迫害。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说一说，一边发联合声明，一边签署制裁法案。美国遏制中国技术发展的起头是从未放弃。上周四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法律，完全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禁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向这两家企业发放任何许可证。尤为可恶的是，这份法令签署的前一天，中美之间刚刚发布一份关于气候问题合作的联合声明。这先后接连发生了两件事，难道是因为拜登年纪太大，脑子不好用呢？甚至于精神分裂了吗？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老样子，只要是能够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可以在做人和做鬼之间随意切换。指望美国人有什么信义或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美国不同部门之间、不同政客之间，其实也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比如说克里，作为美国的气候问题特使，他并不太关心其他的政治话题。而美国政府指责中国的问题是相当的五花八门，比较突出的就有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高技术产业发展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还有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等等。其中在新疆问题上，美国媒体长期造谣惑众，说中国在新疆搞所谓的强迫劳动，谎话重复1000遍，在美国民众中居然就成了确凿的事实。因此当克里向新闻界表示自己已经和中国达成了气候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时候，当场就有记者跳出来说，克里是不是不关心新疆的所谓强迫劳动的问题啊？记者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美国为了搞清洁能源，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太阳能电池板，而在中国的新疆就有一家技术非常先进、质量上乘、供应能力很强的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既然他地处新疆，那就不可避免地遭到美国人的指责，戴上了强迫劳动的帽子。这名记者跳出来质问克里，自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克里的回答也反映了美国式的政客的思维方式。他说自己只是气候问题的特使，其他的问题不在他关心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回答竟然让美国的记者哑口无言，只好老老实实地把克里的回答报道出来。看来美国政客一贯叫嚣着和中国脱钩是有实践基础的，在美国内部，在美国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他们早就相互脱钩的差不多了。因此拜登一方面和中国达成气候问题的联合公报，一方面签署法案制裁中兴和华为，这是一种内部脱钩的表现。简单的把它理解成精神分裂，或许就误解了美国政治的现实。虽然美国政府内部是脱钩的，但是在有些问题上他们还是能够形成一致，比如遏制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就是其中的一项。虽然共和民主两党之间有强烈的党派矛盾，经常狗咬狗，但是在本轮制裁中国企业的投票当中，投出了420票对4票的绝对多数。其实呢，中国的电信设备到底好用不好用，性价比高不高，美国的政客们心里是清楚的很呢。那么为什么美国宁可耽误自己的电信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也不肯采用中国的设备呢？有不少的议员都明确地表示， 5G 是未来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一定不能让中国人抢到前面去，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要阻止中国电信企业的发展。事实上，不仅是在中国，美国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样采取压制政策。无论是在欧洲还是日本，只要在某一个产业上存在着超越美国的潜力，美国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们搞掉。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集成电路方面曾经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然后美国政界政府立刻动手，首先是对日本的芯片展开倾销调查，然后强迫日本取消了对国内芯片市场的保护。美国政府要求日本不但停止在美国市场上的低价销售，在全球同类产品上，日本的产品只能比其他人贵，不能便宜。最后，美国企业必须从日本市场上获得20%的份额。在这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之下，日本的芯片产业很快就被打垮。中国作为世界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后起之秀，必将遭到美国的打击和压制。
中国几乎任何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都遭到美国的无理的指责和残酷的迫害，其中包括5G、高铁、核电站，甚至是电动汽车。中国试图掌握高性能芯片制造技术的努力，竟然被美国称为战略威胁。至于军用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那更是成了美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既然如此，中国绝不能把美国人满意当作标准，只有独立自主，掌握全部战略性高技术产业的诀窍，获得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才是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